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在关键细节上保持着他的战略性沉默。然而，遍布佐治亚、德克萨斯、内华达、柏林和上海的生产设施已经在重新配置其装配线，为一款挑战我们对平价电动汽车所有认知的新车做准备，即所谓的 Model 2。这款车的预期售价将达到前所未有的$11,799，它可能会重新定义电动汽车的格局。然而，这次发布的背后远比表面看起来的要复杂。为什么特斯拉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提及它？他们究竟是如何实现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以一个足以让传统汽车制造商颤抖的价格，创造出一款功能齐全的电动汽车？在本视频中，我们将剖析特斯拉没有分享的真实制造时间线，揭示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车辆背后隐藏的架构，并探讨为什么特斯拉的目标市场策略可能并不像我们被引导相信的那样直接。如果您看重事实而非炒作，请立即订阅，加入我们300人的小社区，让我们一探究竟。特斯拉是如何向购买者隐藏真实的制造时间线的？ Model 2的制造方法揭示了其与特斯拉传统模式的根本性背离，而且证据是无可辩驳的。2024年9月的专利文件描述了特斯拉内部称之为开箱式 unboxed 的组装架构，但他们没有公开的是，这种方法通过允许车辆各个部分同时建造，仅在最后组装阶段才连接起来，从而省去了大约49%的传统组装步骤。其带来的财务影响是惊人的。传统的汽车组装需要顺序式的工位流程，每辆车都要经过300到400个不同的步骤。而特斯拉 Model 2的文件显示，他们通过并行处理将这一过程压缩到了大约160个步骤。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每辆车的生产时间从行业标准的20到25小时减少到了大约10小时。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特斯拉没有公开讨论的供应商网络数据。向海关当局提交的贸易文件显示，其零部件采购模式与 Model 3和 Model Y 大相径庭。具体来说， Model 2使用一种结构性电池包作为车辆底盘，省去了独立的底盘部件，这与 Model Y 的结构性电池包技术不尽相同。熟悉这些文件的工程师指出， Model 2的电池包采用了无模组的电芯到电池包 Cell Top Pack 技术，与 Model 3相比，零部件数量减少了约370个。这里的成本削减是巨大的，估计每辆车可节省1200至1800美元。然而，马斯克从未公开详述过这种架构，其全球生产策略也与关于制造业本地化的公开声明相矛盾。未来几个月，他们将在德克萨斯超级工厂 Giga Texas 开始大规模安装所有设备，生产仍按计划于明年进行。尽管埃隆·马斯克宣布德克萨斯超级工厂将主要生产 Model 2，但货运清单和设备采购文件显示，上海和柏林的工厂也在进行同步的设备安装。这不是未来的规划，设备交付发生在2024年10月至2025年1月之间，结论是不可避免的。特斯拉正准备从发布之日起就进行多大洲同步生产，而不是他们所暗示的阶段性推广。对于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购买者来说，这将彻底改变车辆的交付时间线。运往德克萨斯的车辆很可能当然来自德克萨斯超级工厂，而东海岸的交付可能会从欧洲生产基地供货，以优化物流成本。这一策略标志着他们从第一天起就有意控制全球需求浪潮，以减轻区域价格波动，加快交付周期，并且也许最重要的是，防止竞争对手利用任何单一市场的早期供应缺口。涂装车间的基础设施则揭示了另一个未公开的故事，为墨西哥超级工厂 Gigafactory Mexico 向德克萨斯州特拉维斯县提交的环境许可证中，明确规定了一种单层涂装工艺，使用了被称为膜内涂层 in-mold coating 的技术，这是革命性的，但也带来了一个关键的限制：初期的颜色选择将受到严格限制，可能只有3到4种选择，最初可能只有白色、黑色和银色。特斯拉并未宣布这一限制，而这从根本上影响了购买者对定制化的期望。如果您相信特斯拉的多大洲生产策略能够真正改善您所在州的交付时间，请在下方评论2026，并告诉我们您认为哪个生产地点将实现最快的产能爬坡，德克萨斯、上海还是柏林？让我们看看社区的分析指向何方。制造的现实为理解真实的成本结构奠定了基础，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零部件经济学让$11,799这个数字变得可行？隐藏的零部件架构是如何使$11,799的价位真正可行的？
电池技术是 Model 2中最大的未公开成本创新，其细节非同寻常。虽然特斯拉公开讨论的是磷酸铁锂 LFP 化学电池，但备案的监管文件揭示了一些更细微之处。Model 2使用的是技术文件中指定的 LFP 增强型化学配方，其中以非标准的比例加入了锰。这种通过特斯拉与宁德时代 CATL 合作开发的配方，其能量密度比传统 LFP 高出约 15%， 同时保持了相对于镍基化学电池的成本优势。这些数字是精确的，因为它们来自供应商的产能协议。宁德时代为这种特定化学配方分配的年产量为35吉瓦时 GWh， 专门用于符合 Model 2规格的车辆如果使用66千瓦时 kWh 的电池包，这足以为大约52万5千辆车提供动力。然而，特斯拉的公开声明暗示电池包会更小，大约在53到60千瓦时之间。这种差异表明，要么是续航里程比宣布的要高，要么是电池包设计中存在未公布的战略性储备容量。但在特斯拉内部测试项目的更深处，一项更激进的电池研发正在悄然进行——铝离子电池原型。根据审查的文件，特斯拉的能源部门一直在对一种铝锂混合电池进行现场试验。该电池用铝簇取代了部分石墨阳极，这种设计已在德克萨斯超级工厂的试验线上得到验证。生产出的小规格电池的重量能量密度接近310瓦时每千克 ，Watt-key 比目前 Model 2使用的 LFP 电池高出约 28%。其主要突破在于充电速度。原型电池包在350千瓦 kW 的直流快充下，已展示出大约12分钟内从 10% 充至 80% 的能力，这得益于铝极高的电子迁移率和低嵌入电阻。然而，铝化学电池尚未用于 Model 2的生产线。由于电解质稳定性和膨胀收缩挑战，这会在超过1000次循环后，约等于30万英里的行驶里程，降解隔膜。它仍处于有限的测试阶段。根据行业分析师引用的特斯拉内部通讯，长期目标是到2026年底实现大规模生产，前提是固态电解质涂层能够在高倍率循环中稳定铝表面。如果成功，这一转变可将电芯材料成本削减高达 22%， 并减少对石墨进口的依赖。这对特斯拉的北美业务来说是一个显著的地缘政治和供应链优势。电机架构完全放弃了永磁体。根据通过稀土元素进口数据追踪到的零部件采购信息， Model 2采用的是工程文件中所描述的外部力磁同步磁阻电机，它不使用永磁体，因此也不需要任何稀土元素。这种设计曾出现在2024年末由特斯拉工程师合著的学术论文中，但从未进入公开的营销材料。这样每辆车可节省约400至600美元，同时能达到永磁电机 90% 至 95% 的效率。对于关心续航里程的购买者来说，这是一个尚未被公开讨论的权衡，以略微降低的效率换取巨大的成本削减和供应链简化。内饰材料策略揭示了可能是面向消费者最直接的未公开变化。进口到特斯拉工厂的合成材料报关单显示，一种被指定为工程聚合物纺织品的纺织复合材料，取代了传统的汽车织物或合成皮革。这种由一家德国供应商开发的材料，成本比 Model 3内饰中使用的纯素皮革低约 40%， 同时满足耐用性标准。然而，其触感和感知质量将与更高端的车型有显著不同。特斯拉的营销材料没有提及这种材料差异，让购买者在交车时才会发现不同。计算架构呈现了另一个重要的未公开细节。Model 2车载电子系统的内部文件显示，它采用的是单板计算机设计，而非 Model S、3X 和 Y 中的分布式计算架构。这种集成将信息娱乐、车辆控制和驾驶辅助功能整合到一个单元中，使线束复杂性降低了约 60%， 并将电子成本削减了约300至450美元。没有被讨论的权衡是，与采用分布式系统的车辆相比，其为未来空中 OTA 升级预留的计算空间更小。这表明，与更昂贵的特斯拉车型相比， Model 2的自动驾驶能力的提升空间可能更有限。热管理系统经过了根本性的简化，这一点也未被公开详述。专利申请描述了特斯拉称之为统一热回路的系统，它通过一个带有电子控制阀的单一冷却剂回路来管理电池、电机和座舱的温度调节，而不是使用独立的系统。这大大减少了零部件重量和成本，但工程分析表明，
在极端气候下可能存在局限性。在持续高温高于105华氏度约 40.5 摄氏度或极寒低于-4华氏度约-20摄氏度的条件下，这些是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和北部一些州份经常遇到的气候，该系统可能在维持最佳电池温度方面面临挑战。特斯拉的续航里程估算并未包含这种简化系统可能会经历的详细的与温度相关的衰减曲线，所以如果您计划在极端温度条件下使用 Model 2，并且对这个热管理系统感到担忧，请评论我担心，以便我们了解这会直接影响到多少观众。现在理解了为实现这一价位而做出的零部件妥协之后，我们自然会问，这款车究竟是为谁服务的？目标市场分析如何揭示了特斯拉定位中的矛盾。Model 2的监管分类暴露了一种与公开信息不同的战略定位。特斯拉将 Model 2归类于次紧凑型 subcompact 类别，具有特定的尺寸限制，轴距小于104英寸，约 2.64 米，总长度小于170英寸，约 4.32 米，宽度小于68英寸，约 1.73 米。这些尺寸使其在每一项测量上都比 Model 3更小。然而，特斯拉的营销却强调它是一款紧凑型家用车，实际上它的尺寸更接近马自达3或本田思域，而不是许多人与家庭交通联系在一起的雅阁或凯美瑞等竞争对手。座椅配置揭示了宣传材料中未讨论的实际局限性。虽然配置为5座车，但来自认证文件的内部尺寸数据显示，后排腿部空间约为33英寸，约 83.8 厘米，而 Model 3为 35.2 英寸，约 89.4 厘米。作为参考，这比丰田卡罗拉的后排腿部空间还要小。欧洲监管文件中规定的后备箱容量为 11.5 立方英尺，约325升，远小于 Model 3的15立方英尺，约425升。对于在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佛罗里达或纽约等郊区经常需要运送孩子、运动器材或大宗购物的家庭来说，这些限制是实质性的。特斯拉在任何演示中都没有强调这些尺寸上的现实。充电基础设施的兼容性提出了另一个未公开的考虑因素。虽然 Model 2配备了特斯拉的北美充电标准 NACS 端口，但电力电子文件显示，其车载充电器的最大充电速率被限制在170千瓦 kW， 而 Model 3为250千瓦。对于大多数日常使用来说，这不一定是问题，但对于增加同等电量，它会使快充停留时间延长约8到12分钟。对于那些将长途旅行能力作为购车决策因素的买家，尤其是在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这样城际距离较长的州，这种充电限制会以特斯拉未明确沟通的方式影响行程规划。功能标准化的策略与特斯拉传统的可选性方法相矛盾。通过供应商渠道泄露的内部产品文件表明， Model 2在发布时除了颜色选择外，基本不提供任何配置选项，没有性能版，没有长续航版，没有高级内饰包。这种 iPhone SE 式的产品定位一种规格，适用于所有买家，代表了与特斯拉历史上广泛定制化策略的巨大转变。对于习惯于量身定制其特斯拉购买体验的买家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尚未被正式宣布的根本性变化。保修结构在细微但重要的方面与其他特斯拉车型不同。Model 2的电池保修规定为8年或10万英里，但只保证 70% 的容量保持率，而 Model 3标准续航版的保修为12万英里内保持 70% 的容量。保险方面的影响几乎完全未被讨论，但却相当重大。通过监管文件获得的早期保险行业评估表明，尽管车辆价格较低，但 Model 2简化的结构和一体化的车身构造可能导致中度碰撞的维修成本更高。结构性电池包意味着任何重大的车底损坏都可能需要更换整个电池包，而不是进行模块级维修。保险精算师预测，这可能导致其保费比同价位的可比燃油车高出 12% 至 18%， 从而部分抵消了其购买价格优势。埃隆·马斯克在这些具体问题上的沉默并非欺骗，这是一种战略性的沟通，侧重于头条新闻式的成就，而非工程细节。但对于消息灵通的购买者来说，理解这些未公开的现实对于做出符合实际需求而非营销叙事的决策至关重要。请留言分享哪个未公开的方面最让您惊讶。我们下一次深度剖析再见，届时我们将继续超越头条新闻，去理解电动汽车革命中真正发生的事情。